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闲聊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刚认识新朋友，有啊，经常遇到新面孔，然后突然被问到让你愣住的问题。愣住。什么问题会让你愣住？比如说，你每个月工资多少钱？哇塞，真的有人这么问吗？太直接了。是啊，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根本不是闲聊，这叫审问吧？哈哈。对啊，搞得气氛都变得很尴尬。所以，闲聊真的很有学问的。没错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有时候会觉得问这些表示关心。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，但听的人会感到有点不舒服。对，界限感不太一样，文化差异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闲聊呢？我们可以从天气、食物开始啊。没错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吃了吗？这两句真的是万能开场白。对，安全又不会让人有压力感。还可以聊聊最近看过的新电影，或者最近有什么有趣的活动？比如周末去了哪里玩，看到了什么。如果发现对方有宠物，也可以聊聊。聊宠物的话题，很多人都喜欢。对，因为宠物可以拉近距离感。还有，多观察对方，找共同点。比如看到对方的包包或饰品，可以问，这个包包很好看，在哪买的？这样就自然地打开了话匣子。但记住，要真诚，不要假装。没错，真诚的赞美很讨人喜欢。还有，不要只顾着自己说，要倾听。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，让对方多说，而不是那种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的。比如，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？而不是问，你喜欢这个电影吗？开放式的问题能让聊天继续，并且能了解对方更多的想法。这样闲聊才不会变成尬聊啊。慢慢的，彼此会感觉更舒服，甚至能从闲聊中发现新朋友。所以，闲聊是人际交往的钥匙。确实，它能帮你打开很多扇门。记住，轻松、愉快是最高原则。不要急着了解对方的所有事情，慢慢来，让关系自然的发展。今天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用，祝大家都能成为闲聊高手。下次再和大家聊更多话题。拜拜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想问，闲聊中最难的是什么？你指哪种情况的难？比如，第一次和陌生人见面。啊，这个确实很有挑战性啊。我就常遇到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是啊，气氛会变得有点尴尬。这时可以从周围环境入手，比如，这天气真不错之类的。对，或者问对方在忙什么呢？这个很自然，但要把握度。是啊，别让人觉得你在查户口。哈哈哈，查户口，比喻太形象了。我有次在咖啡馆就问得太直了。结果呢？
对方是不是有点尴尬？他直接说不想聊私事。哇，那场面一定非常僵硬吧？是啊，后来我就学会了更迂回。迂回？怎么个迂回法？具体说说。先聊共同点，比如都喜欢咖啡。哦，从共同爱好入手，安全有效。对，这就是闲聊的精髓之一呢。闲聊不光是说话，更是观察力。中国人就是这样建立联系的。比如在饭桌上会先聊菜色，菜好不好吃，就能引出很多话题。这是我们特有的饭桌文化吧？没错，从美食切入，气氛更融洽。我觉得这比直接问工作好多了。是啊，直接问工作有时感觉功利。那你觉得哪个场合闲聊最难呢？对我来说，可能是初次见面的长辈。哦，要讲究礼仪，不能太随便了。问候语和称谓都得用对才行。比如您吃了吗？这种经典问候。还有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也很常见。这些问候语里藏着我们的文化，是对对方的关心和一种尊重。但现在年轻人好像不怎么用了。时代在变，闲聊方式也在变。那是不是说闲聊也需要与时俱进？肯定啊，要了解对方的背景兴趣，否则就容易变成鸡同鸭讲了。哈哈哈，那个画面感真的超强。我有个朋友总是说错话，怎么办？这需要多练习，多去观察。有没有那种一句话就能救场的技巧？救场，这个嘛，可不是一句两句。感觉这里面学问真的还挺多的。对啊，下次我们聊聊闲聊的禁忌。哇，那更刺激了，我得好好准备。哈哈，那我们就从最常见的禁忌说起。好啊，是不是不能问年龄和工资？没错，尤其初次见面，非常不妥。我有个朋友就踩过雷，场面尴尬。真的吗？他问了什么呢？快讲讲。他问人家1个月挣多少啊？哎呀，这可是大忌中的大忌啊！对方笑容瞬间僵硬，然后就走了。哈哈哈，太真实了，简直社死。所以，隐私问题是第一道坎儿。中国人很注重个人边界感。嘴上说没关系是客套，但心里可能已经给你打叉了。这就是所谓的面子问题吗？是的，给他面子也是给你自己。还有什么话题也是雷区？比如问婚恋状况，特别对单身。哦，尤其过年回家，亲戚最爱问。是的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催你。压力真的很大，我深有体会啊。其实亲戚是出于关心，但方式错了。他们觉得这样是表达亲近吧？但无形中会给人造成困扰。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巧妙应对呢？可以幽默地转移话题，或者装傻。哈哈，装傻真是个好办法。问大家，你觉得呢？还有别的招吗？比如最近在忙事业，没时间。这种回答既得体又不失礼貌。
既避免了尴尬，又给自己留余地。没错，中国人说话比较含蓄，不喜欢直来直去，避免冲突。所以闲聊中要多观察对方反应。察言观色真的很重要。这是我们文化中很独特的一面。还有人会问别人健康问题。是的，尤其关于身材或疾病。这也是不礼貌的，容易伤到人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，否则别问。我记住了，千万不能碰触雷区。还有呢，千万别随便给别人建议。哪怕是好心，也会适得其反吗？对，除非人家真的开口求助你。哎呀，我以前老犯这个错误。很多人都以为是关心，其实不然。那如何才能给出恰当的建议呢？这就涉及一个更深的学问了。听起来难度系数又增加了。我们下次可以专门聊聊这个。比如在职场闲聊，就更复杂了。是啊，职场话题可得小心翼翼。对，不能随便打探同事隐私，更不能背后议论他人是非。我有一次差点就踩雷了。发生了什么？快说说看。我问同事周末是不是去相亲了。天啊，这太尴尬了吧！他脸都绿了，我赶紧道歉。职场闲聊，距离感很重要。比如领导跟你说话，怎么回？这就涉及到客套话的艺术。哦，客套话里面有学问。是的，它能拉近或保持距离。那是不是要说些奉承的话？不一定，有时是关心，有时是礼貌。比如领导说辛苦了，怎么回？可以说没有，您更辛苦。哇，这跟直接说谢谢不一样。对，他表达了谦逊和理解。很有意思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还有人会说为您服务是应该的。这种回答，中国人听着更舒服。你觉得，在不同语境下，怎么区分？这真的需要多观察和学习。我记得我刚工作时闹过笑话。什么笑话？快分享一下。领导夸我文件做得好，我直接认了。哈哈，是不是应该客气一下？是啊，当时大家都笑了，我才明白。中国人很讲究面子和谦虚。没错，这在闲聊中尤其重要。夸人时要真诚，但不能过度。被夸时要谦虚，不能直接接受。我就想，这文化真的很有趣。比如，别人给你送礼物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说谢谢，然后收下。很多中国人会说太客气了。或者是怎么好意思收呢？这表示你理解对方的好意。又学到了，好多细节啊。对，闲聊不仅是说话，更是交流。它能看出一个人情商的高低。没错，特别是刚认识的人。真是个大学问，要慢慢体会。如果遇到跨文化闲聊，就更难了。比如和外国朋友怎么聊？那又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了。听起来，下次我们可以聊聊这个。是啊，那会更有趣，更烧脑。
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尽管说吧。我发现闲聊中最难的是什么？哦，是找话题，还是怕冷场呢？都有，但我觉得是找不到切入点。找不到切入点，能具体说说吗？比如遇到不太熟的朋友的朋友。哈哈，这种场合确实有点挑战。我常常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是啊，生怕气氛突然就安静了。没错，那感觉真是挺尴尬的。你有没有试过从天气开始聊？试过，但很快就没话说了。这确实是个普遍的问题。我总觉得这样聊下去会很无聊。其实，关键在于观察和联系。观察，联系，怎么操作呢？比如，看看对方有什么特色。比如说穿着打扮或者随身物品。对，可以夸赞一下小物件。哦，就是找共同点或者兴趣点。没错，或者聊聊最近的新闻。新闻，那可得小心选话题。是的，但也可以从吃入手。中国人不是常问吃了吗？对，这个我倒是深有体会。很多时候，这就是一种闲聊。我有一次直接问人家好吃吗？哈哈，然后呢？对方怎么说？他愣了一下，说挺好的。这样问就有点太直接了。是啊，当时气氛就有点僵硬。闲聊需要一点点润滑剂的。润滑剂是幽默感吗？不完全是，更是委婉的艺术。委婉的艺术，这个有意思。比如，你可以先说最近哪家店不错，然后再自然地问对方有没有去过。对，这样就显得自然多了。你觉得呢？什么话题最容易拉近距离？我觉得美食是永恒的主题。没错，聊美食能很快找到共鸣。或者旅行经历也挺不错的。是啊，共同的兴趣最能打开话匣子。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聊宠物。哦，你也有养宠物吗？我没有，但我差点因为宠物闹笑话。哇塞，这个听起来有点意思。那次经历真的让我哭笑不得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好啊，那次我差点把朋友的猫当成狗。哈哈，猫当成狗，怎么回事呀？我问他，你家这狗真可爱。他一定很惊讶吧？听起来好尴尬。他很委婉地说，这是猫不是狗。所以委婉表达真的很重要呢。是啊，不直接指出别人的错误。对，这能避免让对方感到难堪。闲聊时也要多观察对方的反应。没错，才能找到共同的话题。比如他眼睛看着什么东西，或者他脸上有没有笑容变化。如果对方不太爱聊，就别深挖。感受别人的舒适区很重要。有时开玩笑也能打破沉默。但开玩笑也要分场合和对象，否则就容易变成冷场制造者。哈哈，
那可就不是闲聊了。所以说，闲聊也是一门艺术。没错，需要多练习才能掌握好。我觉得多听多说肯定有帮助。还可以看一些情景剧来学习，观察他们是如何开始对话的。对，模仿那些自然的表达方式，这样才能更自如地和人交流。是啊，不让人觉得你在尬聊。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实用技巧。是的，从天气到美食、宠物等等。还有委婉表达和观察细节呢。我觉得最关键是真诚和用心。用心感受对方，表达自己的善意。对，这才是闲聊的真正目的。不仅仅是为了打破尴尬而已，而是为了建立人与人的连接。真好，聊完感觉收获很大呀。我也觉得今天聊得很开心呢。尤其是那个猫狗不分的笑话，那个真的太有意思了，记忆犹新。哈哈，下次我一定仔细辨认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大明。今天我们聊了如何自然的闲聊。是啊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。那么，大家在生活中会用什么方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哦。下次我们聊聊如何在旅行中交朋友吧。哇，这听起来会很有趣，也很实用呢。对呀，毕竟旅行也是很好的话题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期待和大家空中相会。